歡迎來到蓮華禪境，一個專注於拆解佛法智慧的頻道。很多人把安住當下理解為一種類似屏蔽器的心理技巧，不要去想過去的痛苦，也不要去理會未來的擔憂，只要守住此時此刻就好。但我們不妨誠實地問自己，此時此刻真的能被守住嗎？當你試圖抓住現在這一秒時，它已經變成了過去，而你所期待的下一秒又是尚未發生的未來。正如《金剛經》所揭示的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這三世的心都是不可得、不可佔有的。如果當下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幻覺，那我們試圖去安住的究竟是什麼？唐代精通《金剛經》的德山宣鑒禪師就曾在這個問題上栽過跟頭。他在路邊向一位老婆婆買餅做點心時，被對方一句“三心不可得，上座點哪個心”問得無法招架。這一問掉的是他對文字之解的傲慢，也問出了修行的真正入口。真正的安住，或許不是去岸上抓住一滴流逝的水，而是在流動的河水裡學會掌舵。今天我們一起來探討安住當下在佛法中的實踐邏輯，看看如何在這個充滿變動的世界裡安穩地面對眼前的因緣。德山宣鑒幼年出家，少年讀經，一輩子泡在《金剛經》裡，不但能倒背全文，還自己寫了厚厚一疊《金剛經》注疏，把每個字每個義理都批注得清清楚楚。當時南方興起禪宗，講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德山一聽就氣不過，覺得這些人根本不懂佛法，連經典都不讀，還敢說自己開悟，純粹是野狐禪，誤人子弟。於是收拾好行李，把那一擔注疏打包捆好，挑着就往南方走，打定主意要到南方去遍道這些野狐禪，把禪宗的場子給踢了，讓天下人知道真正的金剛般若還得從經典文字裡求。一路上走得氣宇軒昂，就等着到了地方，一場辯論打得禪門弟子俯首稱臣。走到李州路上，日頭偏西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路邊正好有個老婆婆擺着餅攤兒，賣酥餅點心。德山放下擔子，就過去買點心墊肚子。老婆婆抬眼看看他挑着的那一大擔書，開口就問：“上座挑的是什麼？”德山朗聲回答：“是《金剛經》的注疏，我自己寫的。”老婆婆點點頭，也沒說懂，也沒說不懂，只指着攤子上的餅說：“既然是《金剛經》注疏，那老身有一句話想問問上座。”德山哪裡把一個路邊賣餅的老婆子放在眼裡，當下就說：“但問無妨。”這一問就把德山問在了原地。老婆婆說：“經上說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上座要點心，請問點哪個心？”這話一出口，剛才還氣宇軒昂的德山一下子就閉了嘴，站在餅攤前面，一張嘴張了又合，合了又張，半個字都擠不出來。不是他不會背這句經文，這句話他從小背到大，批注寫了幾千字，每個字的義理都能講得頭頭是道，可為什麼答不出來？因為他一輩子都把這句經文當成一個道理，一個可以拿來辯論、拿來引人的知識。他講三心不可得，是講給別人聽的，是寫在紙上給別人看的，從來沒有把這句話放到自己的心上來照一照。《金剛經》原文說得明白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過去的心早就隨着昨天的腳步走了，痛苦也好，歡喜也罷，都已經成了過眼雲煙，抓不住，留不下，哪裡找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過去心？未來的心還在半路上，擔憂也好，期待也罷，都還沒有發生，影子都摸不到，
哪裡能抓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未來心？那現在心呢？當你說我要抓住現在的時候，這個現在已經過去了。念頭一動就成了過去，念頭未動還屬於未來。找來找去，根本找不到一個停在那裡等着你去抓的現在心。三世的心本來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形體，本來就不能被誰占有，被誰抓住。德山背了一輩子經，著了一輩子書，到這一刻才發現自己原來一直都在抓影子。他要給別人講三心不可得，自己卻還執着在有一個心可住的念頭裡。所以老婆婆一問，當場就卡殼了。這一問直接打破了安住當下就是抓住現在的迷思。原來安住不是抓住哪一個心，而是看見念頭來來去去，知道沒有一個念頭能抓得住，也就不再被念頭牽着到處亂跑。人不是靠抓住哪一刻才安穩，而是看清眼前該做什麼就把它做好。說到這裡，不妨換個比方，人生就像在潮汐大河上行船，過去是船開過後留在水面的水痕，看着清清楚楚，伸手一撈，什麼都撈不到。未來是前面霧蒙蒙的河道，看着有方向，走進去才知道哪裡有暗礁，哪裡有淺灘。現在呢，是船底正在流過的水，一刻不停，從船頭流到船尾。你剛伸手去抓，它已經流到下游去了。真正能穩在江面上的船夫，從來不會去抓流過船底的水，他只是坐穩在舵位上，看清眼前的風向，摸準當下的水勢，把穩手裡的舵，順着水勢走，該左轉就左轉，該右轉就右轉。安住當下就是這個道理，不是把心硬壓在某一秒不讓它動，而是身心安穩住於正念正知之中。不抓水卻會掌舵，不抓念頭卻清楚地活。如果這句話讓心裡鬆了一點，不妨打下應無所住4個字。這不是喊口號，是給自己發一個願，從此不再抓水，學着掌舵。德山告訴我們，不能抓住哪一個心。接下來要問，普通人在日子裡怎麼開始練這件事？真正的安住當下，不是強迫自己忘掉過去，停止擔心未來，也不是抓住現在這一秒，而是在念頭來去中保持清明，回到眼前因緣，把當下該回應的人、該承擔的事清楚而穩當地做好。這樣一來，過去不再拖着我們走，未來不再嚇着我們跑，現在也不再變成新的執着。有一位50多歲的女士，半輩子走過來，早就習慣了把一大家子的擔子扛在身上，上面有90歲的老母親要貼身照顧，吃飯穿衣擦身洗澡都得親手來，下面兒子剛成家，房貸還沒還清，小兩口工作不穩，婚房裝修還欠着一筆錢，自己再過幾年就要退休，退休金夠不夠花？萬一將來身體出問題，要不要麻煩孩子？翻來覆去想不完。每天從早忙到晚，買菜做飯擦地板，陪母親去醫院掛號拿藥，接孩子電話聽他抱怨工作煩惱，手上一刻停不下來，可心裡從來沒安穩過。手上摘着菜，腦子在算這個月醫藥費夠不夠，坐着陪母親說話，眼睛看着老人家，心又飄去兒子的房貸，想着下個月又要扣多少錢了。晚上躺到床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一會兒想10年後自己動不了了怎麼辦，一會兒想孩子將來生了孩子誰來帶，越想越慌，越慌越睡不着。一天下午，他幫母親洗完衣服，又繫上圍裙洗碗，熱水嘩嘩流進池子，漫過雙手，泡泡沾滿了碗沿。客廳裡，母親忽然喊了一聲他的名字，他嘴裡下意識應着，
忽然發現自己的手明明泡在熱水裡，卻根本沒感覺到水的溫度，腦子裡轉的全是10年後自己養老怎麼辦？母親身體越來越差怎麼辦？孩子將來有了孩子怎麼辦？他不是貪心，也不是不懂修行，只是被責任拉得太緊了。一輩子為家人活，早就習慣了把心懸在半空中，從來不敢放在當下。那些該來的還沒來，該走的早已經走，可心就被這兩頭扯着，連手裡這碗熱水都感受不到了。這就是很多人日常的狀態。所謂散亂，不一定是懶惰，只是心離開現前，因緣被過去、未來拖得團團轉，一刻也歇不下來。那天他站在池子邊，愣了幾秒鐘，沒有強迫自己不准想，只是輕輕把注意力拉回到手上。手碰到水就知道水是熱的，碗沾了油滑溜溜就知道手要攥緊一點。母親再喊一聲，就踏踏實實回一句，馬上就來。心不知不覺又飄回孩子房貸那裡，也不慌張，也不責怪自己，只是輕輕知道，哦，擔心又來了，然後再慢慢把注意力拉回手裡的碗，一個一個洗乾淨，沖乾淨，擺進碗櫃。就從這一個小小的動作開始，他慢慢發現，原來修行不需要躲進深山，不需要盤腿打坐枯坐半天，就是吃飯吃飯，洗碗洗碗，有事做事，該回應就回應。這就是佛陀在《中阿含經》卷24念處經裡講的，於身觀身，於受觀受，於心觀心，於法觀法，安住其念。不是要制造出一個特別安靜的境界，把所有念頭都壓下去，只是如實知道身體在做什麼，感受是什麼，心起了什麼念，眼前是什麼境界，都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知道了，就不會被念頭偷偷牽着跑。心跑了，不必責備；念頭來了，不必抓住。眼前有事，就清楚地做。安住當下，不只是專注眼前動作，更是以正念正知照見身受心法正在變化。很多人以為正念就是把心盯在一件事上，不准它亂跑，其實不是。佛法裡講的正念本身就帶着正知和慧觀。專注像是把手放回碗上，正知是知道自己為什麼慌，慧觀是看見慌也只是來來去去的念頭，不是固定不變的我，也不會一直留在心裡。所以說，正念不是把心壓住，而是把心照亮。把心壓住，壓得越狠，繃得越緊，早晚有一天會斷。把心照亮，只是讓念頭來去都清清楚楚，來的時候不迎，走的時候不送，它自己就會慢慢鬆下來。當下從來不是一個關起門不准想的小房間，就是眼前這流動的生活現場。身在這裡，心知道在這裡，該做的事穩穩做好，這就是真正的安住。心能回到眼前以後，還有一個大坑。有人會以為放下就是不管後果，這就偏了。百丈懷海禪師住持馬祖道場的時候，每次升座說法，常有一位白髮老人混在大眾中聽法，沒人覺得奇怪。就這樣過了好多年，每一次法會老人都來，聽完就跟着大眾一起走。直到有一天法會結束，大眾都陸續退了，老人偏偏留在原地不肯走。百丈抬頭看了看，知道這不是普通的聽法居士，便上前問他有什麼疑問。老人這才向百丈禮拜，說出自己的來歷。過去自己也曾經在這裡當過住持，接引過無數參禪學道的人。那時候有人來問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嗎？自己當時隨口回答了一句，不落因果。就這一句話錯了500生，因為這一句錯答，墮落野狐身，整整做了500年野狐，一直不得解脫。
今日特來請求百丈幫自己重新答一句，好脫野狐身。一個出家修行的人，一輩子接引後學，就為了這一句話受了500年野狐報，哪裡是因果找他麻煩，是自己看錯了修行的方向，以為放下就是逃開因果，以為正道就可以不受果報，把安住當下變成了不管對錯，只圖此刻安心，結果恰恰把自己困死在這個錯見裡。這件事點破很多人的誤區，安住當下絕不是只管此刻感覺舒服，過去未來都不用負責。嘴裡說着放下，心裡其實是逃避，以為把眼睛蒙起來，因果就不存在了。老人說完，向百丈請求，今請禪師垂一言，替我轉達這個問題。百丈看着老人，慢騰騰說了一句，不昧因果，就改了一個字，原來答不落因果，現在答不昧因果。老人聽到這4個字，當下大悟，馬上作禮告辭，說自己已經得脫野狐身了。不落和不昧差在哪裡？不落是把自己想成可以站在因果之外，大修行人就該不受果報，安住當下就該拋開一切責任。我現在只要心裡舒服，過去的業可以不認，未來的果可以不擔，反正放下就是了嘛。這種放下其實是逃避，是自己騙自己。因果哪有那麼好躲？越想跳出去，越被因果綁得緊。不昧就不一樣，不昧是不糊塗，不閃躲，不假裝因果不存在。明明知道每一念、每一句話、每一個選擇都會成為因，該來的果一定會來，所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逃避該擔的責任。放到日常日子裡看，就是這回事。照顧年邁長輩，不是覺得煩了，說一句我要放下就丟開不管；家裡財務有壓力，不是怕焦慮，就閉着眼睛不規劃不整理。和子女說話，不是說一句我就是直性子，安住當下想說就說，就不管說出去的話會不會傷人。真正的當下包含眼前的因，也包含將來的果，所以安住必須帶着清醒、承擔和正行。前面打下因無所住的朋友，到這裡就更明白了。當初說人生像大河行船，真正的船夫不伸手抓水，不跟過去的水痕較勁，不對着未來的迷霧發愁。但不抓水，不代表就可以把舵丟掉，順着水流隨便飄，撞到礁石也不管。船夫不抓水，是不執着抓不住的東西，但手裡的舵永遠握得穩穩的，眼睛永遠看着前方的水勢，該轉彎就轉彎，該停就停，這就是不昧因果。無助不是冷眼旁觀，也不是隨便任性，無助是心不被過去未來綁架，所以在這一刻更能做正確的事。《金剛經》講因無所住而生其心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心不要住在名聲、情緒、得失、過去未來上，但該升起的善心、正心、承擔心仍然要升起。無所住不是什麼都不做，什麼都不管，而是心不被執念拖走，該做的事照樣清清楚楚去做。所以說，無助不是不負責，而是不被執着拖着去負責。很多人一輩子辛苦，不是承擔了該擔的責任，是被恐懼和執念拖着，一會兒怕過去的錯重來，一會兒怕未來的苦找上門，把好好的責任變成了自己的枷鎖。真正的安住是心不掛在過去未來，只在當下這一刻清清楚楚種因，明明白白承擔，該做的事一件不缺，不該執着的念頭一點不留，這才是過去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真正的修行落處。走到這裡，安住已經不是只讓自己舒服了，真正的當下還包括眼前正在受苦的人，
四分律記載，佛陀遊化到求舍離，路上經過一處僧房，遠遠就看見一間寮房裡躺着一位病得走不動的比丘，全身長了惡瘡，流膿流血，弄髒了臥具，氣味飄得老遠。同寮的比丘一個個繞着走，沒有人願意靠近。有的嫌髒，覺得氣味難聞，碰一下都覺得惹麻煩；有的說自己修行功課忙，哪有空顧別人；還有的想，他生病是自己的業報，我何必插手惹一身因果？就這麼着，這位病比丘躺在這裡，沒人給他換洗衣物，沒人送水餵藥，連翻身都得自己咬着牙撐，疼得直哼哼。佛陀帶着阿難一步步走進寮房，沒有開口責備任何一個避開的比丘，也沒有先講一段大道理，只是走上前，輕輕扶着病比丘慢慢坐起來，拿起乾淨的布巾，蘸着溫水，一點點給他清洗身上的膿污，又幫他把髒掉的臥具全都換了，整理好鋪位，再輕輕把他安放好，蓋上乾淨的被褥。整個過程沒有一點嫌棄。這一串動作做完，病比丘緊繃的身體鬆下來，眼淚一下子就掉了出來。這麼多天，所有人都躲着他，只有佛陀親手走到他面前，做了連他自己都嫌髒的事。真正的當下，不只是我的呼吸，我的平靜，也包括眼前這個正在受苦的人。安住到這裡，才撕開最後一層迷障。很多人修行，修着修着就把安住修到了自己身上，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念頭對不對，自己的心靜不靜，自己的功夫有沒有進步。外面的苦，眼前的人全當成了干擾我修行的外緣，趕緊躲開，生怕打擾了自己的清淨。佛陀整理完一切，才回頭對圍過來的僧眾說：若有欲供養我者，當供養病人。這句話點破修行最關鍵的一層，供養佛不用到深山裡找佛像，不用跋山涉水去朝聖，眼前就有佛要供養，就是眼前這個受苦的人。出家人放下親族，相聚一處修行，本來就是同氣相求，相互扶持，連身邊同修的苦都看不見，還談什麼普度眾生？連伸手拉一把都不肯，還談什麼安住當下？佛法從來不是讓人躲進自己的小天地裡，抱着一點親近感自我陶醉。安住也從來不是把自己縮起來，隔絕所有的外緣，只照顧自己的情緒和感受。因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到這裡才顯出成熟的樣子。心不住在嫌棄裡，就不會因為髒臭躲開；心不住在怕麻煩裡，就不會因為多事退縮；心不住在這不是我的事的界限裡，慈悲心才生得出來。很多人學安住，學出一身冷漠，口口聲聲一切都是因果，轉過身就對眼前的苦事而不見。這哪裡是安住？這是把心住在我要清淨的執念裡，把自己和世界隔成了兩半。這樣的清淨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真正的安住，心是活的，是打開的。因為不被自己的好惡、得失、恐懼綁住，所以眼前是誰就看得見誰，眼前有什麼苦就回應什麼苦。回到日常日子裡看，這個道理更明白。當心被過去的委屈佔住，我們容易說，憑什麼總是我照顧別人，從來沒人照顧我？當心被未來的擔憂佔住，我們容易說，我把自己身體搞垮了怎麼辦？以後誰來管我？當心被現在的情緒佔住，我們容易說，我真的受不了這份髒，這份累，我躲開也沒錯。這些感受都真實。無助不是要你否認這些感受，硬逼自己做聖人，而是不讓這些感受成為心的唯一主人，不讓這些感受把眼前的人擋住。當心不被過去、未來、現在困住，它不是變冷淡，
而是更能回應眼前的人與事。照顧家裡年邁的父母，不是逼着自己天天熬着當完人，只是在能力範圍內倒一杯溫熱水，擦一次身子，說幾句貼心話。子女在外工作不順心，打電話回來，只是安安靜靜聽他說完，給一句軟語安慰。身邊朋友生病住院，不用強迫自己扛下所有壓力，只是抽半小時過去坐一坐，幫着買一頓熱飯，遞一口溫水，這些都是小事，都是當下眼前就能做的事。心不住在我的得失計較上，這些小事自然就做了，做了也不覺得是負擔，不覺得是犧牲，只是看見了就伸手了，就這麼簡單。安住到最後，從來不是一個人的閉關清修，而是在每一個當下打開自己，看見別人。心不住在自己身上，才能真正活在當下裡。最後，我們回到開頭那條河，水一直在流，但人可以不慌，可以把這一段路走好。三心不可得，從來不是空空一句話掛在嘴上，而是實實在在讓人鬆手，鬆掉抓着什麼不放的那隻手。過去不在，未來未到，現在也剎那流動。鬆手不是放棄，是讓水自己燒，讓路自己走。該做的事一件不少，該擔的責任一分不推。只是不把心拴在已經流走的水和還沒到來的浪上面。走到這裡，才真正明白三心不可得的慈悲。這句話不是要否定什麼，它是要解開綁在心上的繩子，讓你從過去和未來的牢籠裡走出來，踏踏實實地站在這一寸土地上，穩穩當當握住手裡這一把舵。不用追，不用抓，該來的會來，該走的會走。我們能做的就是把這一段河水走好。河水不必抓，舵不要放。生活裡每一個平常的瞬間都是最好的修行。母親在客廳喊一聲，答應一聲，就是當下。孩子半夜打來說心裡委屈，放下手裡的事，安安靜靜聽完，就是當下。夜裡躺在床上，擔心又翻湧上來，知道擔心來了，不跟着他跑，也不硬壓他走，只是靜靜喘幾口氣，知道天會亮，就是當下。碗裡的飯熱着，一口一口吃下去，吃出米香，就是當下。哪一刻發現自己終於沒有被擔憂拖走，沒有被過去纏住，安安穩穩站在了當下，那就是最珍貴的一刻。歡迎在留言區留下這樣的經驗，給同樣在風浪裡走的同修多一分溫暖的參考。如果這期內容讓你想起某個正在焦慮、正在照顧家人，或是被過去困住的人，可以把它轉給他，只是把這一份安穩遞過去。我們這一生誰都在河上，有人剛從過去的水痕裡抬頭，有人正望着未來的霧發愁。若這段話對自己有一點幫助，也許他對別人也正合時宜。轉發不是為了證明懂了多少佛法，只是把一分清明，一分不慌遞到另一個人的手裡。德山被問倒之後，燒掉了自己一旦珍藏的書抄，從此不再靠文字取勝，開始踏踏實實行腳，懂了鬆手的道理。行船的船夫從來不會伸手去抓流過船底的水，只是穩穩把着舵往下游走。普通人回到眼前一件事，做好手裡那點活，就是最好的修行。安住的不是哪一個心，安住的是無所住中的清明與慈悲。感恩大家的聆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